Hello， 大家，今天呢，我们又来讲深度研究了。没有错呢，前一阵子各大 AI 公司不是都陆续推出了他们自己深度研究的功能吗？没有想到最近他们又进化了，真的是进化不完哎。例如说呢，我最近的新欢 Grok， 它就推出了一个叫做 Deeper Search 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会更 deeper， 会更深，然后更详细这样子。至于它到底是多深，然后有没有比较好用，有没有比较准确，我们等一下就实测给大家看。又或者是 Gemini， 虽然最近没有推出新功能，但是实际上他们偷偷的把它改得更好用了。因为像是上一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实测 Gemini 的时候，我觉得它测出来比较像是 Perplexity 那种比较快速，然后比较简单的这种功能。我觉得 Gemini 大概每几个月就会给我一次大惊喜，就是我觉得瞬间突然觉得它进步非常多。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最近它的深度研究突然变得很好用，就是很详细，然后很准确，而且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他们就是在追赶 ChatGPT 的进度哦，真的是 amazing， 就是使用起来很好用这样子。而且更觉得就是他们现在有免费额度哦，所以如果想玩的话，赶快玩起来。所以呢，现在这个深度研究龙头宝座 ChatGPT 应该已经在冷汗直流了吧？他们的这个宝座到底有没有被撼动？又或者是他们跟其他 AI 到底差距是多少？又或是你今天呢想要开始使用，不太确定该挑哪一个工具？我们今天呢就一起实测给大家看。那我们现在呢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首先呢，最重要的不免俗，一定要来介绍一下免费的工具到底有哪些。那我们今天呢，总共会介绍4个 AI 工具哦。那除了 ChatGPT 之外，都是有免费额度的哦。例如说，我们今天会介绍 Grok 啊、Gemini 啊、Perplexity， 他们都有一些免费的额度。所以等一下大家看一看呢，觉得很有趣，想要自己玩玩看的话，就可以立刻开始使用了。那首先第一件实测呢，我们要来测一下就是深度研究所需要的时间，因为有一些很快，然后有一些需要花很多时间。那我观察到的其中一个现象就是他们花的时间跟他资料的详细度大约是成正比的，但是呢，这边有一个大重点，就是准确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准确率的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拉出来另外讲。而且这个深度研究它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有的时候跟你使用的时段也有关系哦。像是 Gemini 有的时候是20分钟，然后有的是10分钟，所以呢，以下的实测时间大家就当个参考就好了。那第一款呢，我们要来实测的就是 Grok 的部分哦。我们会用同一个主题来测试每一个 AI。那我们今天要测试的主题呢，就是巴塞隆纳的自助旅行指南，就是每个 AI 都会写一份这个指南给我们，来看看它里面要花多少时间啊，然后里面资料的详细度等等的来做一个参考这样子。那在 Grok 的部分呢，它这个选单里面就可以去选 Deep Search 还有 Deeper Search， 那免费版也是都可以使用的。那我们实际做出来之后呢，花了多少时间？首先基本版的这个 Deep Search 它花了2分14秒，然后 Deeper Search 的部分呢，它花了5分钟，所以大约是2倍的时间哦。那我们现在呢，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基本款 Deep Search 它实际给我们的报告。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报告啦，就是例如说它给我们的景点啊，或者是交通的方式，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给我这样子2句话，是偏简单的一份参考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呢，都以它给我们的景点数量，还有它里面的详细程度当做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因为它一份报告都很大份，就是如果大家要这样子每一份去比较的话，可能会有点没有头绪，所以我们就以景点来当做一个参考。那我们来看到它的景点，它给了我6个景点哦，然后每个景点里面呢，都只有大概1、2句话就带过这样子，所以算是一个比较偏简单，然后快速浏览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你今天是完全不了解这件事情，然后你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就会很快的去了解它。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有知道巴塞隆纳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你进来看这个报告，你就会觉得哦，好无聊哦，这样子好像没有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基本的这个 Grok 的 Deep Search， 它我觉得是比较偏快速简单的查询啦。就是如果我们用一般的模式去跟它做问答的话，有的时候它的字数不会到那么多，所以如果你想要比平常跟他聊天的那种方式取得更多的资讯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快速的了解一件事情。还有它另外优点呢，就是它速度非常的快哦，就是1、2分钟你就可以快速的得到这个报告，你就不用等那么久。因为其他等一下我们实测的这个深度搜寻的功能呢，其实都还蛮久的，什么5分钟啊、10几分钟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优点呢，就是它非常快速。然后呢，我们这个基本版的字数呢，它给我们是1589字哦。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Deeper Search， 它花了5分钟写的这个报告。然后它给我们的字数是2865字，所以基本上就是2倍的部分。但是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看过的这个 source 其实并没有比较多，就它这边是33个，然后这边是38个哦，所以他看的网站数量还比较少哎。可是他给我们报告，你会看到它其实是比较详细的，就是稍微浏览一下，你马上就看到他这边做了一个超级精美的表格。就是在景点的部分，然后再继续稍微快速的浏览，然后像交通的部分呢，也是这样写了一大串。
刚刚上一篇它交通只给我们1-2句话哦，所以算是详细比较多了，对不对？感觉得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拿景点的部分拉出来看，它给了我们12个景点，所以是2倍。对，然后它里面呢，就是直接帮我们整理起来它的开放时间啊，然后它的特色啊，还有票价全部都写出来。它甚至把这个预订门票的网站都贴出来，但是通常点进去都不会是我们最想要的那个官网，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像这个点进来是 Klook， 但是一般人可能都比较想要直接点到官网吧，因为毕竟第三方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不太可靠这样子。而且这个 Deeper Search 它是唯一一个有把这个景点整理成这样子表格，就是里面有开放时间跟票价的这种格式。虽然说票价里面搞不好它写的都是错的，但是有这个心意算是还 OK 啦。那我觉得这个 Grok 的 Deeper Search 呢，它是一个中间值，就是它花的时间啊，还有它的详细度，我觉得都是比较属于中段班的部分哦。就是我们今天的5个工具里面，它大概是第3名的那种感觉，然后效果也是不差，只是我觉得它的正确度是有待加强。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实测那个准确率的部分，我觉得它还蛮差的。好，那再来下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 Perplexity 的部分哦。Perplexity 总共花了4分04秒，然后它总共写了3696字，大约比 Deeper Search 还要多了一些。那我们现在呢，很快的浏览过去。它这边呢有提到旅游最佳季节，这个是其他 AI 都没有提到的。然后必访景点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它里面写了几个。再来是一些区域，巴塞隆纳的区域介绍。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呢，它写了这样子一段，也算是不少。然后有提到美食。然后实用的旅行建议，就是安全的部分呢，几乎每个 AI 都会提醒到，所以中规中矩。然后我们再回到景点的部分来详细的看一下，它给了我们多少个景点哦。那这景点的部分，它给了我们5个景点，那它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在介绍每一个景点哦。它写了这样子一大段，然后这样子一大段介绍每一个景点，算是蛮详细的，就是比较快的带你了解每一个景点到底是在看什么。因为像是前面的那个 Grok， 它就是景点的部分，它基本上都是快速的带过这样子，但是它就这边呢，这个 Perplexity 它就不会像 Grok 那样子，就是把每一个开放时间或者是票价都写出来。但是5个其实也是偏少，因为你写的这5个其实。你有稍微查过资料的，你一定会听过这5个景点，所以能够参考程度其实不是很高啦。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交通的部分，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到非常的详细，他只是大概说了一下那边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什么啊，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步行跟单车什么的。因为其实我已经测过每一个 AI， 我觉得这个写的没有到很细，所以我觉得 Perplexity 它整体的效果也是讲求一个快速，然后点到为止，就是带你快速的了解某个主题，然后效果我觉得跟刚刚的 Grok 的 Deeper Search 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觉得 Perplexity 它的准确率会高不少哦。就是这一款的优点呢，大概就也是速度很快，然后很准，然后它免费这样子。好，那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来看一下 Gemini 的部分。Gemini 这一款呢比较特别的就是它花时间落差非常的大，我觉得它很不稳定。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昨天我已经在实测这几款 AI 的功能，然后我用 Gemini 就是已经在搜寻这个巴塞隆纳自助旅行指南嘛，结果我第一次实测的时候呢，在20多分钟它卡住，没有错，它已经花了我20分钟，然后它还卡住哦，就是拿不到报告这样子。结果我后来又测了第2次，它那次第2次呢花了19分35秒，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份报告。然后我这次做完之后呢，我又有点觉得怎么会花那么久的时间，所以我第3次，也就是今天实测呢，又测了1次，它竟然只花了10分钟。就是这个落差非常的大，你知道吗？而且它里面报告的品质呢，其实也不一样哦。就是我们刚才有说，就是它花的时间跟它的详细度其实是成正比。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我在说什么了。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我测第2次跟第3次，它就是差2倍的时间嘛，所以它的内容详细度其实也是差2倍哦。在字数的部分呢，第2次也就是时间比较长的那一次呢，它给了我10280个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晓得。然后第3次它给我4491个字。所以也是差不多是2倍，这个落差也是超级大的耶！就是怎么会同一个功能，但是出来效果差这么多呢？好，那我们现在呢，快速带大家看一下2个版本到底是差在哪边。首先呢，字数比较多的这一次，大家来看一下它到底写了多少。我这样子滑，有没有觉得它很像 ChatGPT 做出来的那种字数多，然后很详细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它很多个表格。你看它交通的部分，它就写多少？交通的部分从这边一直到下面，交通就写了这样子一大段，发疯他就花20分钟在这边狂写，这是称赞哦，我非常喜欢。然后再继续往下，还没结束
很多它就是很细，它就是真的非常的细。因为像是美食的部分，它也可以给你就是非常多的建议，然后推荐你很多餐厅啊什么的。然后它也会给你一些按主题分类的行程，例如说你喜欢看建筑、看艺术、看美食之类的，它就帮你先安排好。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个实用资讯的部分，这个部分是让我最惊讶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其实它里面会告诉你一些旅客应该要知道的一些事情，例如说签证啊、换当地的货币啊，然后语言沟通啊，然后紧急联络方式，这个是我最惊讶、最惊艳的地方，就是他把那些紧急求救电话全部都写出来了，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台湾驻西班牙代表处，他连电话都写出来，而且我还去查哦，他写的是对的哦，各位，我真的进来查就真的是一样的他写的是对的，我就觉得哇塞。这真的是要给他鼓掌，而且呢，它里面现在有附带一些我觉得蛮实用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它可以直接导出到那个 Google Document， 而且它导出之后呢，它还帮你把章节分好哦。大家看到这边它已经汇入了嘛，然后这边有没有全部都帮你整理好了？真是吓死人这样子你要翻阅就非常的快速啊！你今天想要快速查一下求救电话有没有，就往下拉，立刻就查到了。而且除了这个 Google 文件之外，它现在也可以汇出那个 Podcast， 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这个 Podcast 的部分嘛，它现在是只有英文啦。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就是例如说通勤啊，然后例如说休闲的时候想要用听的方式来了解巴塞隆纳这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导出成一个 Podcast， 它会是一男一女在讲话这样子，而且他们讲话非常的自然。如果还没有看过上一集介绍这个 Audio Overview 的功能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一下，我觉得它的效果非常之好。但是呢，这个功能真的是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我们刚才说呢，我测了2个版本，他们花的时间不一样，然后写出来的字数也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字数比较少的那个版本。哦，对，在开始看字数比较少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字数多的这个版本，它给了我多少个景点，就是我们刚才说要以景点当做一个指标嘛。景点的部分往上拉，来看一下。哦，这边一大串全部都是景点哦。OK， 它这边呢，从这一段开始一直到下面，它总共给了我7个景点，就是到这边。然后它每一个景点都给了我漏漏等介绍这个景点的一些内文。好，然后介绍完之后呢，它虽然没有就是例如说开放时间啊或者订票之类的讯息，但是呢，它下面竟然给了我其他值得探索的景点一大串，这边全部都是他觉得旅客也值得去的景点。是不是非常的贴心？它给的是我们今天实测5个里面最多的一个。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简短版本到底是差在哪边。那我们现在先快速的浏览过去，就是大约的看一下。这边是介绍景点的部分，然后呢有一些交通方案，交通就是只有这一段到这边，就很明显的落差，对吧？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它字数比较少，然后整理的内容就是比较没那么精细这样子。然后一些吃的美食的部分篇幅算不少。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比较的重点来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就是比较长的那一篇有给我们一些就是蛮重要的补充资讯嘛。然后它这边也有写，就是它这边这一段都是，而且它还一样给了我们紧急电话哦。但是有没有发现它紧急电话的这个篇幅就非常的短呢？而且它这边就没有给我们台湾办事处的那个电话。然后看完这个紧急电话的落差感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景点的部分，就是在景点的部分，它其实一样是给了我们7个景点，就是从这边开始，就是这些基本的景点它都会写出来。不过呢，它就没有给我们刚才那个多余的景点名单，就会稍微小小的可惜一点。所以呢，我觉得 Gemini 这一款它的不稳定性算是有一点可惜，因为你知道它的能力明明就可以达到那个样子，但是有的时候你用它却效果没有到那么好，所以就是真的还蛮可惜的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ChatGPT 的部分哦。我觉得 ChatGPT 它就是一直都还蛮稳定的，就是它产出报告固定就是10多分钟，像是今天这一篇呢，它就花了14分05秒，然后它产出了7164个字。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它整篇的报告给了我哪些东西哦。好，首先呢有一个建议行程，分成3天、5天、7天，然后开始就是一些必访景点的部分。必访景点这些都是一些就是一定会提到的景点啦。然后开始呢是一大串的美食介绍，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分主题的部分，例如说你今天想要看建筑、看艺术的话，可以去哪些地方，所以这边其实也算是景点的一部分。然后还有夜生活跟酒吧，这也算是景点的一部分。然后呢，购物跟特色市集，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享受不一样的行程的话，
它这边也都有列出来。所以有没有发现呢？它景点给我们的其实算是蛮充足的哦，非常的充足。然后接下来呢是住宿地点的建议，蛮贴心的。然后再来呢是交通资讯，非常大段。有没有发现它真的是非常的细 ？ChatGPT 真的是很稳定，然后很详细这样子。然后最后还有一段呢，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就是预算建议的部分哦。就是你今天想要穷游呢，还是你想要高级奢华的行程呢，你都可以稍微看一下你大约每天要花多少钱，你就可以估一下预算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贴心。最后呢，还有一个旅游小贴士。这个贴士不是台湾的用词，不过来看一下下面的。好，它这边就是讲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深夜的时候不要在那边乱走啊什么的。但是它就没有像刚才 Gemini 提到一些紧急求救电话的部分啦，就是讲小小的差异。所以如果拿景点出来看它的详细度的话，我会觉得它景点给的非常的够。就是介绍的部分非常非常的细，就是从刚刚一直到这边都是在介绍景点，算是非常非常的给力，非常给力。那最后呢，我们来帮报告的细致度排个名。首先呢，最简单的话就是 Grok Deep， 它产出的是最简单的报告，然后再来下一个呢就是 Grok Deeper， 然后我觉得 Grok Deeper 大约等于 Perplexity 的程度。只是那个准确率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拉出来讲。然后接下来呢，下一个是 Gemini 是第2名，我觉得它的细致度也是相当的不错。然后细致度第1名是 ChatGPT， 所以我个人觉得 ChatGPT 现在的这个深度研究的宝座还没有被夺走啦，只是我觉得危险了，因为我觉得 Gemini 它其实有那个能力，只是它有的时候算力不足，可能太多人在用，那它就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实力这样子。何况他们的这个价格其实是有落差的，就是 Gemini 它是可以免费用啊，但是 ChatGPT 你一定要订阅，就是你至少每个月是要付$20，你才可以就是用个10次这样子，其实也不是很多啦。好，那我们现在呢大约看完了每一款 AI 他们做出来的深度研究的报告大概是长什么样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准确率的部分哦。准确率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今天花那么多时间做出一份报告，结果里面的东西都不能用，那不是很尴尬吗？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深度研究一定会出错，但是这个几率到底是多高？我们来实测一下。而且呢，其实每一款 AI 他们出错的几率也都不太一样。那我刚刚呢刚好在查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适合拿来做这个题目哦。这个题目呢就是各款 AI 的深度研究到底需不需要付费？这件事情要查其实也不是那么困难，可是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因为这个资料它有新旧的新闻，就是例如说可能上个月 ChatGPT 需要付费你才可以用，你要买到 Pro 你才可以用嘛，但是这个月 Plus 也可以用了。那这件事情呢，有一些 AI 它其实分不太清楚哦，而且甚至有些 AI 会写错自己的订阅方案哦。我们现在就立刻来看一下吧。首先呢，就来看一下 Grok 的部分，就是呢，我们一样就是问它，每一款 AI 它深度研究的功能是否需要付费或者是免费，然后我们直接来看它的答案。首先来看一下 ChatGPT 的部分，它就说这个 Plus 计划不包含深度研究的功能，这个真的是大错特错。因为我们知道 Plus 其实它是可以用10次的深度研究嘛，就是1个月可以用10次。然后再来看 Gemini 的部分，他说免费版仅提供基本功能，这也是错的。就是现在免费版也是可以用大概10来次这样子，所以这个第2个也错。然后再来第3个，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自己哦，他说深度研究需要通过 Extra Premium 订阅，然后无免费深度研究选项，这个也是大错特错。尴尬的来了，他连自己的订阅方案都讲错。然后最后一个这个 Perplexity。他说 Pro 计划提供深度研究方案，然后免费版只有基本搜索，这个也是错的，因为 Perplexity 它的深度研究是有开放给免费版的，所以4个全错，这个几率要多高？所以我自己个人呢是不会用 Grok 来做深度研究的，而且呢，因为我不是说我很爱它嘛，就前一阵子非常喜欢它，所以我就真的有拿它来做我的就是规划旅行的一个工具，然后使用起来也是跟目前的状态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就是我查一些什么开放时间啊、火车班次啊、火车票价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会全错，我变成还要自己再去查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在考虑使用这个深度研究功能的话，这样使用起来就会有点挚爱难行啦。因为哪个可以用，哪一个他说的是真的，你就不知道。所以 Grok 的表现很差，就是在准确率的部分。好，然后再来下一个选手要来看的是 Perplexity。好 ，Perplexity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Gemini 将此功能免费开放给所有的 Gemini 用户，这个是没有错的，答对了。然后再来他提到自己哦。他说 Perplexity 为免费用户提供少量使用次数，这个也是对的，就是可以用深度研究。然后再来提到 Grok 的部分，他说免费用户请求次数更少，这个也是对的，就是免费用户也可以用深度研究，只是请求次数比较少。最后是 ChatGPT 的部分，他说 ChatGPT 的深度研究功能可能主要面向付费用户。
这边是有点可惜啦，就是他没有讲到 Plus 跟 Pro 订阅方案的差别，不然其实他这4个讲的也可以说算是全对，对。就是跟刚才 Grok 比起来差很多吧，对不对？就是他基本上每一个都讲对了，所以它准确率其实算是蛮高的。只是这个 ChatGPT 的部分就小小可惜了，而且这 Perplexity 的功能还是免费的，就是我完全没有付费。好，然后再来下一个，我们来看 Gemini 的部分。好 ，Gemini 首先第一个提到 Perplexity， 他说免费方案使用者每天最多可以进行5次的查询。他比较详细，有没有发现？他说5次，就是连次数都提出来了。刚刚的这个 Perplexity 他只有说少量，但是他没有那么明确，就是说5次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Gemini 的部分哦。首先 Gemini 第一个提到的是 ChatGPT 的部分，在付费模式这边呢，它就有提到这个 Pro 用户可以用120次嘛，1个月。然后 Plus 跟其他订阅方案呢，每个月可以用10次的深度研究功能。这个是非常精确的、精准的回答对了。刚刚用的每一个 AI 都没有像它这么明确哦，这么精确。然后再来看下一个，他下一个提到的就是他自己。Gemini 的部分，这边呢，他说 Gemini 用户可以免费试用 Deep Research 几次，这个也是对的，就是你可以稍微试用几次，但是如果你要继续用下去的话，你可能就还是要付费这样子，这个也是对的。然后再来是 Grok 的部分 ，Grok 说呢，它的 Deep Search 已经免费提供给所有 X 用户，也就是免费啦，所以这个也是对的。然后最后呢是 Perplexity 说深度研究是对所有使用者都是免费的，只有 Pro 订阅者可以无限次使用 Deep Research。然后免费方案的话呢，每天可以进行5次的查询，这个也是对的。有没有发现 Gemini 它是最详细的？就是刚刚这样子看下来是真的是很准确，然后又非常的详细，而且它全部答对，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呢 ，Gemini 跟 Perplexity 的准确率都很不错哦。然后再来下一个呢，我们要来看 ChatGPT 的部分。ChatGPT 它直接把需不需要付费全部都放在同一区。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先讲到自己哦，他第一个就讲错了，就是他连自己的功能都讲错了。他说深度研究只有向专业级的用户开放，你需要订阅 ChatGPT 的 Pro 方案才可以使用，但是其实现在 Plus 也可以嘛。然后下面还甚至强调说将逐步开放给 Plus， 但是其实现在这一刻它就是已经开放了，所以这个部分也跟 Grok 一样尴尬，他连自己提供哪些服务都不知道。好，然后接下来呢，来看到 Gemini 的部分，他说一般用户免费使用 Gemini 基本功能，还有少量深度研究的额度，这个是对的。然后在 Grok 的部分，他说 Grok 深度研究需要付费，这个是错的。好，现在他已经错2个。然后最后呢是 Perplexity， 好，他说深度研究呢每日对免费用户有限制，就是可以5次。好，所以他2个答对，2个答错。这个准确率也没有说到非常的好，所以最后呢，来总结一下我们的准确率的部分哦。准确率最好的是 Gemini， 这个没有疑问。然后第2好的是 Perplexity， 然后再来第3好的是 ChatGPT， 然后最烂的是 Grok。真是尴尬呢。那这样子你就会去权量说这个 ChatGPT 它订阅费到底付了值不值得啊？它虽然给你那么多资料，但是里面如果错的几率这么高的话，好像就也没有那么划算。因为其实做这种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准确率。那如果 Gemini 可以把准确率做到那么高的话，就会觉得付费使用下去会比较心甘情愿吧。然后像是我自己发现 Gemini 的 Deep Research 变好用之后呢，我就有疯狂的拿它来做一些日常使用。例如说我在买保养品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它来查一些评价啊什么的。而且我觉得它很厉害，就是它可以区分出不同产品的名称，就是因为像女生的保养品很多名称其实都长得非常的像。例如说一样都是雅漾的防晒乳好了，它的防晒乳就有很多系列，然后每一个名字都长得差不多，可是 Gemini 它都可以分清楚诶，它就是会在它的报告里面写说，哦，这个防晒乳它跟另外一个防晒乳名字虽然差不多，可是它们里面的成分其实只是差在哪边，那你就可以把它们当作是同一个产品来看啊，什么它会解释给你听，不会像其他的 AI 它就是错了，然后它就把它当成正确答案这样子下去写，这个是很多 AI 的通病这样子。那目前看到 Gemini 它其实这方面是做的相当的不错，就是它都会很明确的区分出很相近的名字，而且用这个非常好用的就是它可以快速帮你查到国外的评论，就是今天在台湾的评论如果很少的话，你就可以叫它去查，例如说欧洲或者是美国的相关评论，这真的非常好用，因为它就会帮你去搜寻 Reddit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美妆网站或者是论坛，它甚至还会帮你看一些影片，就是例如说 YouTube 影片，然后 TikTok 影片，它会总结那些影片里面的重点，你就不用自己再去看了，这个要节省多少时间啊，真是太值得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对这个功能有兴趣的话，也赶快去玩玩看，我觉得它不只是
在工作上面可以用得到，我觉得在生活上面真的是注意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可以帮到你很多面向。只是现在呢，这个功能可能刚开放没有多久，然后我自己也还在摸索的阶段。如果你觉得有什么觉得超级好用的方法的话，你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机车就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